嗨，大家好，这里是 Future 摄影实验室。这是我们来开箱的，就是我手上的这颗 RF7200 f2.8L IS-USZ。它的名字很长啊，那这是一颗很特殊的镜头。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帮大家分析，从它的设计到定位，到大量的实拍以及动态影像的录制，来帮大家了解这颗镜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吧。那么，如果你对 Canon RF 系统有点认识的话，一定知道 Canon 之前就曾经推出过 RF7200 f2.8L 这样规格的镜头。那是的，就是与我手上这颗镜头完全相同的焦距与光圈配置。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 Canon 重复推出第二颗7200 f2.8 呢？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必须要先了解这两颗镜头有哪些根本性上的不同。那为了方便称呼，2019年推出的7200 f2.8L 我们叫它原版。那2024年年底推出的7200 f2.8L Z， 我们叫它 Z 版。那么它们之间有哪些差异呢？首先啊，原版的诉求是超轻量、短小以及高画质，所以它相对少见的采用了外变焦设计啊。那最直白的解释就是啊，它在变焦的时候镜头会随之伸长。那 Z 版着重的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专业、可靠、混合型拍摄以及更好的画质。所以啊，它采用了过往7200mm 采用的内变焦配置啊。那不仅如此啊，它还加入了一些独特的设计。那比方说 Z 版与我们之前评测过的24-105 f2.8LZ 长得非常的相似啊。那当时我们还给它一个外号叫做超三元。那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让 Z 版能够同样使用电动变焦模组来增加拍摄弹性。那听到这么多的不同我想你应该理解啊 ，Z 版跟原版虽然它们的焦段光圈完全相同，但设计取向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思维啊。那所以两者并不会完全取代啊。那这其实也没有前后代的关系啊。那这点是必须要说明的。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镜头设计啊。那 Z 版它很特殊的一点是啊，它特别提供了白色与黑色两种版本。那不确定这是不是第一颗提供双色版本的 L 镜。那我们这边监测到的是白色版啊。那如果你眼尖去翻规格的话，你会发现白色版它重量还比较重一点点哦，它重5公克。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白色版它多了一层抗热涂层的缘故啊。那为什么要分双色呢？逻辑很简单啊。那黑色版适合影视工作者，它可以减少反光，让器材的外观均一，那也能够减低穿镜的几率啊。那白色它更适合拍照使用者，那即使在户外烈日下长时间的运作，它也不会对镜头性能造成影响。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镜头的细节。那最前端是有段的控制环，那接着是对焦环、变焦环以及无段的光圈环。那接着是对焦距离选择、自动对焦开关、防手震以及3种防震模式的选择。那镜头本身自带脚架环啊，那不过比起原版啊，我认为 Z 版的脚架环设计更好。最底端的脚架座是可以拆卸的，不用像原版一样要把整个脚架环都给拆了。那接着我想要来聊一下 Z 版的手感啊。那拆掉脚架座的话，它单镜头的重量大约是 1.1 公斤。那它显然不是同级最轻的镜头，但是你拿在手上，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它在轻量化方面所下的功夫啊。那尤其是重心配置啊，那以我机身使用 Canon EOS R5 Mark II 来举例，我用这样的姿势拿相机的时候啊，机身加上镜头的重心会刚刚好落在我左手的掌心位置上，它的配重相当的均衡。那它的口径是 82mm 的，它配有一颗圆形的遮光罩，可以反装。那有转滤镜的窗口，但这个遮光罩直径比镜头本身还要大上不少啊，它收纳上会有点麻烦。那其中有一个升级是放大倍率啊，在望远端的最近对焦距离只有49公分，它的放大倍率达到了 0.3 倍啊。那而且搭配机身防震，可以达到最多7到7.5级的手震补偿。那整体性能都比起原版要更加的优秀。那么，在这个各家都有的7200 f2.8， 也就是俗称的望远3元领域啊，它最主要的战场，那还是必须要是人像，非常适合人像的焦段啊，那极佳的操作手感，而且重量也很适中。那即便是单纯用在平面拍摄上，这也是一颗杰出的镜头。那如果你已经有一颗原版的7200 2.8的话，那么你可能会好奇啊，那这两颗镜头在拍照上有什么样的差异呢？那就我个人两颗都使用过的感想啊，那虽然说原版的画质本身就已经相当的出色了，但是 Z 版的画质还要更好，那完全可以是全焦段
全开光圈，当成是一颗称职的工作镜头来使用。那这边我给大家看几张原图啊，那使用的机身是4500万画素的 R5 Mark II。在这个4500万画素之下，镜头的解析力依旧是很出色的。那散景方面，你可以看一下以下的实拍啊。那虽然这是一颗长度比较长的镜头，这通常会带来些许的口径时，那不过散点的虚化依旧做得还不错。那接下来我也想跟大家分享，那我这段时间使用它所拍摄的人像实拍照片。70到200mm 的这样的焦距用在人像、用在工作用途都是相当便利的3元镜头。那用在运动拍摄也可以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只是可以，而且还是超级适合。那这当然有一部分归功于 EOS R5 Mark II 所新增的动作优先次序，它里面的篮球模式侦测，那大幅降低了拍摄门槛。那另外一方面也归功于镜头本身的对焦速度让拍摄成功率提升到非常高的程度。那比较可惜的是，在使用录影模式的时候少了动作优先次序，但是你还是可以透过更细部的对焦选项像是切换追踪主体来确保对焦的成功率。这是一颗以混合型拍摄为诉求的镜头，那所以我们这次也会用比较多的篇幅来讲解一下它在动态摄影上的特性。那首先，这是一颗 Perfocal Lens， 那也叫做齐焦镜头或者是等焦镜头。它的意思是在镜头变焦的过程当中镜头焦点是不会将前后改变的。那这样的设计通常出现在电影镜头上面，那它可以让你在变焦的时候达到固定对焦距离的效果。但是这个镜头它并不是纯光学意义上的 Perfocal Lens， 而是依据不同的镜头焦距来固定对焦距离，所以它可以不必做的像是传统的电影镜头那么巨大。那讲到动态拍摄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另一项重要功能。那接着我们把镜头给转到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侧沿用之前24105 f2.8L 的设计它可以让你加装电动变焦模组那上一次我们测24105的时候PZ-E2 这个电动变焦模组还没有到货那刚好趁这次机会来帮大家完整介绍一下这颗重要配件。那这颗模组它可以透过镜头侧面的电子接点来供电，能够实现平稳滑顺的变焦效果。那前端有个旋钮可以无段的微调变焦速度。那侧面2颗按钮分别控制 Zoom In、Zoom Out。那从位置来看应该是要用左手操作按钮会比较顺但是当你上脚架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卡手。那我是希望如果能有给机身控制的选项，那就更好了，毕竟它都有电子接点跟机身沟通了嘛。那如果可以用右手控制电动变焦，那我想可能会更顺手。那在这次的实测当中这颗变焦模组起了非常大的帮助它可以实现非常滑顺的变焦效果。那这边也给大家看看使用电动变焦模组所实际拍摄的效果。那到目前为止你可能觉得说，这跟我使用原版差不了太多那我用手爪练一下，应该也可以达到类似电动变焦模组的80%效果吧。那我们这边先不讲性能跟可靠度这些是重要的要素那还有个特点是 Z 版做得到，而原版所没办法的，那就是 Z 版它可以加装针距镜。是的，当初原版在设计时以轻量化跟小型化为最优先因此做出了同级距最短小的7200 2.8，那同时也让它无法安装针距镜。那这次我们测试的 Z 版也选择了2倍针距镜那这时候焦距变成了400mm 光圈 f5.6， 俨然是一颗轻量小炮，这就增长了这颗镜头的射程范围。那虽然这次我们并没有把重点放在鸟类跟生态拍摄上，那400mm 以拍鸟来说也不算远，但我们这次很幸运遇到了菱角鸮那刚好可以给你参考一下加装针距镜之后的画质表现。当然它不是一颗专职的打鸟镜但超长焦能做的事情本来就很多那拍鸟只是其中一项。在400 5.6这样的配置之下，很适合用来做运动场上拍摄那尤其是搭配上电动变焦模组，我可以想象得到的就是在专业的运动赛场上的摄影与记录。那我们接下来也带来 Z 版搭配上2倍针距镜所拍摄的橄榄球运动。那我们评测进行到这边，相信你已经看完镜头本身的介绍、设计、动态拍摄上的应用，以及人像拍摄、运动拍摄、动态录影性能，以及加挂配件，像是电动变焦模组以及2倍针距镜的应用。那有别于过去我们比较硬性的从各种测试照来逐一测试一颗镜头，我们这边还是尽量用多样化的素材来引领大家认识这颗优秀的镜头。那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这样的方式呢？那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下你的意见，作为我们往后评测的参考。那当然作为大家所熟悉的望远3元7200 2.8能做的事情，当然不仅限于如此那它还有更多能做的事情那这也是 Canon 想借着 Z 版来告诉大家的事情那过去7200 2.8能做的 Z 版，它不但能做，而且能做得更好。那最后我想要来从 Canon 产品线的布局来聊聊这颗镜头那坦白说，在测试之前，我个人是存有一点点小疑虑的认为说 Canon 前后推出2颗7200 2.8，它绕了一圈，终于回到内变焦，价格还变贵，是不是有点绕远路回到原点的感觉但是在详细测试之后，我会认为这是当今
台币10万级距内，纵观各家望远3元领域内最万用的镜头，那没有之一。无论是在平面还是动态都在手背范围之内当然用过之后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怀念起原版那个轻巧便携的体积但是讲到那边的可靠性以及操作手感 ，Z 版依旧很有魅力。那对许多的 Canon 使用者而言，Z 版它的一个小小痛点可能就在于它的定价。那确实它是一颗比较昂贵的70-200，那$3000的售价比起原版当初的$2800还要再贵上一截。那其中一个原因是 Z 版一部分的定位是要锁定专业剧组用来拍摄动态作品来使用的。那针对影视功能所设计的器材它本身价格就会比较高昂一些。那我在拍摄当下还不知道它的台湾售价会是多少当然我这边也是希望 Canon 台湾也能够给出一个还不错的价格，那这是我个人的希望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镜头评测啦。评测取材制作不易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评测，或是关于这颗镜头有什么样的疑问，也都请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那作为2025年频道第一部评测影片，那这边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啦。那这里是 First Lab 摄影实验室，我们下次见啦。